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我们都知道香蕉皮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因此它是一种天然的钾肥。钾肥的作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，就是让植物长得更健壮，增强它的抗病、抗寒、抗旱、抗倒伏的作用。另外，香蕉皮很容易腐熟，是生活中很常见也很方便制作的一种有机肥料。今天老蔡就来跟你分享多种制作方法，而且这些方法呢，冬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，为明年的春天准备更多的有机肥料。第一种方法，香蕉皮叶肥，这里包括了2种不同的做法。先来介绍第一种，就是最有效的做法。如果你一天只吃这么1-2个香蕉，也可以制作的。只要准备1个饮料瓶，为了结束发酵，香蕉皮也最好要剪小块。这个头和尾呢，我一般不放瓶里了，因为很难发酵，我就放堆肥就好了。然后就装瓶，一般是装进瓶子的1/4或1/3或1/5都可以，没有严格的要求。这些比例做成的叶肥呢，都是有效的营养液。这个瓶子底部是凹进去了，所以看上去我好像已经装了1/2的香蕉皮。接着我就加点糖帮助它发酵，你不加也可以，因为香蕉皮本身有一定的酵素。然后加热水，水装8分满。瓶子上要预留空间，因为发酵的过程中呢，它会产生气体。接着就摇动几下，让糖跟水溶解开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水一定要泡过香蕉皮，才不会发霉产生腐变。我还要把瓶子捏扁，把里面的气排出来，把盖子再盖紧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气体，捏扁后发酵的气体才有空间释放，到时候盖子呢比较容易打开。完成后就把它们放在窗前有太阳的地方，或室内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。发酵的时间如果是夏天温度高的话，发酵2到3周左右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冬天在室内，估计要发酵4到5周时间。这是之前已经发酵了3个星期的，我们打开看看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气泡一直向上冒，它们发酵得很好。在发酵期间，我每天都要观察一下，如果发现瓶子已经膨胀起来，就要马上打开瓶子排气。这排出来的气不仅不臭呢，还有点香蕉的气味。那么怎样才知道香蕉皮已经发酵好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一瓶，因为之前没有捏扁瓶子，所以盖子很难打开。打开后呢，没有像之前那瓶冒泡的厉害。我快速的摇动几下，瓶内会产生的细小气泡很快就消失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否发酵好，就是快速摇动10多次，20秒内气泡完成消失，就说明发酵完成。发酵越完整呢，气泡消失的越快。如果你平时没法及时制作有机肥，还有个办法，就是把你每次留下的香蕉皮装进袋子里，然后放进冰箱冷冻。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积累更多的香蕉皮。看，这就是冰冻后的香蕉皮。放冷冻的作用呢，是破坏香蕉皮的组织，从而缩短发酵的时间，发酵效果会更好。解冻后，香蕉皮已经变成黑褐色。香蕉含有多酚氧化酶酵素，和氧气有化学反应后就会变成黑褐色。这个过程叫做酶促褐变。我用同样的方法又做了1罐大的。我们再来看看刚制作的和已经发酵好的区别。左边刚制作的水还很清，而右边发酵好的呢，看到水比较浑浊很多。看一下它们的底部，开始我没有把瓶子捏扁才发酵，结果气体呢都把底部膨胀起来。所以说在发酵的过程中，记得要定期打开瓶子排气。
接着我们就分享怎样用这个叶肥。这个叶肥的浓度很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稀释才能用。稀释的比例是1:20到50不等。我就用这个盖子量2盖子的肥，大约10毫升，然后装50倍的水。因为我要浇室内的植物，所以没有弄很多，就这么半瓶。然后直接浇到植物里，可以增加它们的钾肥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。做叶肥还有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把香蕉皮剪碎放入容器里，一般也是放容器的1/4，然后放3/4的水，上面也留一些空间。开始香蕉皮是浮在上面的，盖上盖子就放在温暖的地方。过了1天，水就开始变褐色了，而且看到瓶子上面内部有些气泡，说明香蕉皮已经开始分解，香蕉皮也开始泄沉。3天后我们就可以拿来使用。用时要先过滤，倒出叶肥，剩下的香蕉皮呢还可以安全堆肥。因为这种方法香蕉皮发酵不是很久，分解出来的浓度不高。我一般呢是用1半这个叶肥接1半的水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，当天的香蕉皮就可以马上利用起来，而且速度快，2到3天后就有得使用。我一般用它来浇还是比较嫩的苗。第二种方法是香蕉皮粉末肥。如果是夏天，把香蕉皮收集起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等到香蕉皮干了之后，把它弄成细小的粉末。而在冬天呢，就把它放在暖气口烘干一点，然后等收集更多。这些是我放在暖气口5天后的情况。再过1天就是这样的。我担心香蕉皮的梗比较硬，所以就把它剪掉，然后把香蕉皮摆在烤盘上。如果你的香蕉皮还湿的话，就记得把外皮朝下放，内皮呢朝上，免得沾着烤盘。现在就把它放进烤箱里烤。我调的烤箱温度是400华氏度，烤大约10分钟。烤的时间呢可能每次不同，要看你的香蕉皮烤之前干的程度是怎样的。我开始呢只烤了5分钟，然后就拿出来，等它们凉了之后呢就掰一下，看还是有点软的，所以呢我只能要再烤5分钟，这次呢就可以了。看看，这就是干的了，一掰就断。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，香蕉皮凉后会变得更干脆，所以我们不要在刚出炉还热的时候就判断它是否干。接着我就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袋，再用擀面棍把它们压碎，压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就装进搅拌机磨成粉，那时变成类似咖啡渣的质地。最后将它们放进一个保鲜袋中，这就是刚才那些香蕉皮磨成的粉末。我们可以放进冰箱中保鲜，使用的时候就直接将这些香蕉皮粉末混入土壤中，这样可以很好的促进土壤的微生物生长和营养物质的分解，而且它还可以跟蛋壳干粉肥一起混合。我就接1勺的香蕉皮粉和接1勺的蛋壳粉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撒在植物的周边，增加植物的钾肥和钙肥，当然也少不了一些磷肥。我之前也教大家怎样制作蛋壳肥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说明区的链接打开看看。第3种方法就是香蕉皮堆肥法，我会示范2种做法。香蕉皮是可以迅速分解的，
就直接跟厨余一起放进堆肥箱，它是非常容易发酵完。不过我喜欢把它放在花盆底下发酵，上面播种，当然减碎更好的发酵。为什么是播种才这样做呢？因为香蕉皮在盆底下开始发酵时会产生热量，而种子呢开始没那么快长到盆底下的。等到它长起来的时候，香蕉皮已经发酵完了，就不会烧根。所以如果要种大点的植物呢，就不能这样做了，因为它们的根部太接近发酵的位置，会容易烧根，上面的土呢要很多。就这样，播种就放心了。而冬天在室内，我就用一个塑料盒来堆肥。堆肥时呢，先在盒子的底部接热一层土，再铺上一层剪碎的香蕉皮，再接一层土，就是这样重复2次。最后铺上一层土，就可以浇点水了，让它们湿润些。不要忘了把盖子盖上，保温发酵。因为盒子是密封的，发酵时会产生气体，所以过几天又打开盖子放一些气。它没有液体肥的气那么多，不用天天打开。听说玫瑰是非常需要钾肥的植物，而香蕉皮含有非常丰富的钾肥。它对番茄、茄子和辣椒这些作物呢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想你种的花也像我的那么鲜艳漂亮的话，记得吃下香蕉后的香蕉皮就不要扔了。我介绍的这么多种方法，肯定有一种适合你的。希望大家冬天也不要忘了制作有机肥。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，希望你喜欢，然后给我点赞、转发和订阅，谢谢你的收看。